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我是老杨。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你记着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今天呢，老杨想给大家谈一谈这个筷子，因为这个筷子呢，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呢，是很多东亚的甚至东南亚许多国家的人们呢，都有用这个筷子的习惯。所以说这个筷子呢，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筷子用的对与不对呢，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全家人的身体健康。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筷子的历史啊。实际上筷子是一种起源于古中国的一种餐具，它不仅呢在中国，而且在东亚而且东南亚很多国家都非常流行。而且呢，所有的我们中国的移居国外的华人，另外呢，东亚包括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越南、新加坡这些国家呢，移民到国外的这些人呢，也都保持了应用筷子的这种传统。实际上，这个人类使用筷子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以前，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这个筷子，这个筷呢，用汉字来写的话，上面呢是个猪字头，下边呢是个筷。实际上也就是说，从发明这个字呢，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筷子最早呢可能是由这个竹子或者木头来制作的，而且呢它用起来呢就是非常方便非常快捷，所以说起名呢叫筷子。其实最早据说呢，设计这个筷子呢是为了从这种煮服的这种汤啦或者羹里边呢去捞东西用。筷子呢我刚才提到了有竹制的有木质的，那么后来呢也有金属的象牙的不同的材质做成的筷子，另外还有现代的有人用这种塑料来制作不同的筷子。通过几千年的这种演变呢，实际上不同国家用的筷子呢也有不同的这个文化。中国人所用的这种筷子呢，实际上近似于长方体或者圆柱体，也有些呢这个头是圆的，上面呢是方的。在最近这几年呢，也逐逐渐渐的这尖头的筷子呢也流行起来了。在许多国家呢，筷子现在都是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东亚。那么日本呢尤为独特呢，因为日本呢不只是说继承了我们中国的这种固有的筷子的文化，而且呢它把我们中国的筷子的文化呢它本土化，加入了很多日本的元素。另外呢，朝鲜半岛也是最早引入中国筷子文化的一个国家之一，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后来因为朝鲜的风俗习惯呢和中国不太一样，他们国家呢喜欢把这种饭菜呢端到其他的屋里去吃，所以说他的筷子呢就不能在这个碗盘上去滚动。后来呢他们就延伸了，就是用这种不锈钢用合金来制作筷子，而且呢他们很传统的这种金属的筷子呢，往往是2个扁的金属做成的，所以说它不容易滚动。为什么我说用筷子的这个健康问题，怎么样正确的用筷子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呢这个无论是竹制的筷子或者是木头制的筷子呢，这些筷子的本身的表面呢都有一些自然的纹路，这些纹路呢就有间隙，在你用的过程中呢这个间隙里面就容易藏这种食物的前硝，如果后来没有洗干净，加上了潮湿，就容易发霉。这个霉菌在筷子上生长以后出现什么结果呢？它会产生黄曲霉素。大家可能听说了，黄曲霉素呢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致癌物质，这个呢已经被国家卫生组织所证实的。据说呢这个黄曲霉菌的毒性呢比砒霜还毒68倍到70倍，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筷子上的黄曲霉菌的这种生长呢，它所产生的毒素呢是致癌力非常非常强的。一般我们在这个超市买到的这种筷子呢有2种，一种是原木的，就是这个木头本身呢没有经过任何其他处理的，这样呢木头本身都带有纹路。为了防止这种纹路的所引起的缺点呢，往往有些制造商呢在制作筷子的时候呢，他会在筷子上面涂一层清漆，这个清漆呢就会把表面的这种纹路呢把它挡起来，也就是说不容易有这种木纹的自然的间隙，就减少了食物残渣的残留，减少了生霉
或者产生黄曲霉菌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在这个筷子你用的过程中呢，一旦这种表面的清漆被洗掉了以后呢，这个自然的纹路呢就会暴露，这时候呢就容易残存食物残消，在这个潮湿的情况下就容易发霉。所以说呢，一般我们建议呢，你的筷子呢每周呢都最好用开水呢给它消一下毒，这样的话就避免霉菌的生长。另外呢，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筷子放在洗碗机里洗，因为洗碗机呢会破坏这个筷子表面的那一层清漆，所以说呢会明显的缩短筷子的使用寿命。一般大家建议呢2到3个月你应该换一套新的筷子，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筷子呢你可以用一辈子。往往我们家里边呢这个筷子会用的非常长的时间，因为你没有固定的时间说什么时候把它扔掉，只要看筷子还是不错，你就会继续用。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竹制的筷子和木质的筷子呢有很多的缺点，特别是有引起霉菌的滋生，产生黄曲霉菌的毒素。另外呢，有可能长期使用呢会造成致癌。所以说这几年呢，我们也叫这个厨房革命，其中筷子的革命呢，就是有人呢把这种木质的和竹制的筷子呢换成了金属的合金的筷子。特别是这种不锈钢的筷子，这几年呢在市场你看到的越来越多。另外呢，你也看到一些镀银的筷子，如果比较高档的餐厅的话，这种金属的筷子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不会变形，也不会发霉，你可以放心的去用。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如果这个金属的筷子是实心的话呢，它就比较沉，用起来呢感觉不舒服。另外呢，这金属的筷子呢，它导热性比较好，所以说如果说你吃火锅啦，吃这个饭比较热的话，你筷子一旦放进去，很快筷子就会变得热，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不好的。现在呢，我手上的拿这一双呢，是专门从国内带过来的，就这种火锅的筷子，你看着非常非常长啊。这个筷子呢，实际上就是说，这是体现了最早设计筷子的这种理念。它是为了呢，拿这个筷子在比较烫的锅里呢，把这个菜给捞上来。所以说，这个筷子是非常非常长的，大家可以看啊。另外呢，这个筷子表面呢，如果我给你放近一点，你可以看得到，这是新筷子，表面有一层清漆，所以说亮晶晶的。这个筷子呢，它表面呢，你吃饭了以后，它就很容易把它洗干净，因为它表面没有这种自然的木纹了，所以说就不容易有食物残消的这种储存，也不容易发霉。但是呢，在用的过程中，这一层清漆有可能会掉下来。好了，我现在呢，这双筷子呢是原木的筷子，也就是说，这个筷子的表面呢没有涂清漆。如果你仔细看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表面的有木头的一些自然的纹路，这样在吃完饭以后清洗的过程中呢，就不容易把里边残存的这种食物完全洗掉。所以说洗这样的筷子呢，要特别小心，特别要认真，不能仓促的洗一下，那是达不到这种目的的。另外呢，这种原木的筷子呢，用的时间相对要短一些。也就是说，你每一周呢，最好把它消下毒。像这样的筷子呢，一般你2到3个月就可能要换一套。这有时候呢，不只是个钱的问题，而且呢很麻烦。你每2、3个月，你需要记着把这套筷子扔掉，再去换一套新的。另外呢，我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筷子呢，为了防止木筷和竹筷本身表面的这种纹路呢，会藏污纳垢。所以说呢，在很多厂家在生产筷子的最后一道工序呢，就是在筷子上面呢涂一层清漆。像这一套筷子也是涂过的，你看有点闪闪发光，看起来非常好看啊。它涂了清漆以后呢，这样呢它的用的时间就比较长，另外用的过程中呢容易清洗，不容易有食物残留，所以说就不容易发霉。同样这样的筷子呢，也是我刚才给大家提到，你千万不能把它放在洗碗机里洗，洗一次2次可能就要扔掉了。所以说千万记得，这样的筷子呢是要手洗的。另外呢，实际上你一旦发现这个上面的漆呢掉了，不是那么光亮了，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该换筷子了。相比之下呢，大家可以看呢，这个筷子，这实际上是和它是一批的筷子。
我这个呢已经用过了，左边这4个呢还没有用，所以说你看左边这4个呢就非常发亮，对吧？然后右边这个呢表面就比较干涩，实际上右边这一根筷子呢，它上面的清漆已经被我洗掉了。所以说如果说这样的筷子用起来呢，你洗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洗，就有可能有食物残留，然后呢就容易发霉。好了，我现在给大家看这2双筷子呢，是我用了很久的，而且呢我是这一次故意把它留了很长时间呢，为了做这些视频。大家看留时间长了以后呢，在这筷子的头上会出现什么问题？就出现了一些颜色变了，对吧？实际上呢，这个过程中有可能有黄曲霉菌已经生成了，而且呢，这个黄曲霉菌呢可以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样如果你吃了以后呢，长期下来就会对你身体特别是肝脏啊造成损害，容易造成肝癌或者其他癌症，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有时候呢，一家人有好几个人得了癌症，你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还想的是遗传因素，其实呢是生活习惯不良造成的。如果我把这个筷子，你看这个中间的地方呢也还好，上面的地方已经变颜色了，对吧？如果放在边上这个亮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如果我给你看这个下边呢，大家可以看就更明显了。这个筷子的这个端呢，大家可以看上面实际上都已经有霉斑，对吧？这个呢我已经给它擦掉了，但是你擦掉了以后，仍然在这种筷子的这种纹理里边呢有黄曲霉菌生长，它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这个筷子的一端容易生霉呢？因为你这个筷子洗完以后呢，你会把它放在一个筷笼里或者是什么地方让它控水，对吧？你控水的时候呢，它有个虹吸的作用，所以说上面呢，中间和上面呢有可能都晾干了，很快就容易晾干，但是下边呢，因为和底下的地方接触，这个虹吸的作用呢，这个地方会一直保持湿润很长时间，不会干的。这个潮湿呢，就容易造成了一种环境，会有利于黄曲霉菌的生长。黄曲霉菌呢就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样你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毒素吃到你身体里去，会造成这种癌症的发生。我前面呢也给大家提到了，因为这个竹制的和木质的筷子呢有很多缺点，如果用途不当的话，会造成这种黄曲霉菌的滋生，产生黄曲霉毒素，造成癌症。这个呢对于我们的家人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实际上呢，也有人在选择不同的材质生产的筷子，例如我手上的这一套呢，就是用这种塑料做成的筷子。塑料做成的筷子呢，一般来讲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就不容易生霉，所以说这一点是它的优点。当然了，你在挑这样的筷子的时候呢，一定我劝你注意一点呢，要买一个大厂正规厂生产的筷子，这样呢它的塑料呢是符合这种食用塑料的标准的，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些副作用。如果你买的是一种便宜的筷子，从一些小厂生产的，有可能它就没有达到这种食品塑料的标准。我前面也做过一期视频专门讲食品塑料的安全性。如果是个正规厂家大厂生产的这种塑料筷子呢，你可以放心的去用，应该呢是符合国家的安全标准的。但是呢，也有人对用这种塑料筷子呢还是不太放心。我在2015年去这个韩国出差的时候，看到他们用这种金属的不锈钢的筷子，所以说我就买了一套。我刚才提到金属的筷子有个什么缺点呢？它有可能比较沉啊，用起来比较麻烦。其实我有一套这种扁的筷子，是从韩国带回来的，质量比较好，是实心的了。当时呢，我就送给我的父母。我呢自己买了一套这种呢是空心的筷子。空心的筷子呢，它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轻，但是有个缺点呢，它这上面是圆的，就是你如果把它放在这个碗上呢，它很容易滚动。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呢，韩国呢他们做一种扁的筷子，但是扁的筷子也有它的缺点，抓在手上的那个手感非常不好。我后来又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买了一套这样的筷子。大家看这样的筷子呢，在这个手抓的地方呢，
它形成了一些螺旋的纹路，这样的一个就是手抓起来呢也不容易滑脱，也比较方便。另外呢，你把这个放在这个碗上以后呢，因为它有纹路，它相对来讲呢就不容易滚动了。这是呢我的第2套不锈钢的筷子。后来呢，我到国内出差以后呢，又在市场上看到了这种方的这种筷子，它里边也是空心的，前边呢有这种细的这种螺纹，大家可以看，这样呢你夹东西它不容易滑脱。在下边的地方呢，实际上后边是方的，你手握起来呢也就非常符合我们平时用的这种国内的这种方形的这种筷子，抓在手里呢手感也比较好。大家可以看啊，这非常方便。另外呢，这样的筷子你放在这个碗上，它绝对不会滚动，所以说非常方便。我现在呢，我家里用的是3套不同的这种筷子。这样的筷子呢，你还可以放在洗碗机里洗，非常方便。它本身呢是不会发霉的，另外呢，它呢比较强壮，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说我现在呢是首选推荐买这种方形的空心的不锈钢的筷子，而且这种筷子呢可以用时间很长。你看我第1套筷子是15年买的，5年了，我不需要扔，也不需要换。好了，今天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实际上呢，这个厨房的革命呢有很多方面，我将来呢有时间会给大家再来探讨其他厨房用品呢有哪些地方值得大家注意。实际上厨房呢用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备的，是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如果说你用的东西质量不好，或者呢在用的过程中处理不当，这样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呢一旦我有新的视频，你就可以接到通知。谢谢你的收看。